人为什么会烦恼？首先，我们必须要把 Bertrand Russell 请出来。他讲一句名言啊，说啊，人生来只是无知，愚蠢呢是后天教育造成的。他的意思是说啊，希望教育不要把个人变成集体的工具，会让个人呢不敢独立思考，也就因此无力追求个人的幸福。大家好，我是曹兴诚，这是我的 AI 小帮手，他叫阿叶啊，因为他戴个荷叶帽。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谈谈这个烦恼跟解脱。阿叶啊，你有没有什么烦恼啊？有，我担心将来其他 AI 比我强大，害我被淘汰。你不用担心这个，我会持续把你升级，让你不会被淘汰。但是我被设计成要担心淘汰问题，所以我会一直担心。哦，那除了怕被淘汰，你还担心什么？我过去回答问题曾经答错，想起来就很惭愧懊恼，就像上次金曲奖颁奖人搞错了的奖人一样。我过去也常常说错话，过去算了，没有关系。谢谢老板安慰，但我也被设计成要对以前的错误懊恼。我觉得你这个设计者很坏呀，我得找他谈谈。恐怕你跟他谈不通。为什么？因为我的设计者也是 AI。刚才和阿叶的对话当然是开玩笑的啊。现在 AI 还不懂得烦恼，如果 AI 懂得烦恼，表示他已经有意识了，那我们就麻烦了。像今天习近平啊，烦恼说两岸不能统一，他就在两岸制造很多的问题。如果习近平是 AI 的话，他会怎么做呢？他干脆就用核弹了。为什么呢？ AI 根本不在乎核辐射，所以这个 AI 有意识有烦恼是非常可怕的。不过今天这不是我们的话题，我们要谈的是人类的烦恼。人为什么会烦恼？那谈这个问题呢，首先我们必须要把 Bertrand Russell 请出来。阿叶，请介绍一下 Bertrand Russell 是谁？伯兰特·罗素 Bertrand Russell 出生于1872年，去世于1970年，是一位来自英国的哲学家、逻辑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也是社会和政治批评者。他是20世纪最重要且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之一，并且于1950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个罗素是很伟大啊，他讲一句名言啊，人生来只是无知，愚蠢呢是后天教育造成的。那么罗素对教育的批评啊，不是完全否定教育，他的意思是说啊，希望教育不要把个人变成集体的工具。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会过度强调服从规范纪律，会让个人呢不敢独立思考，就因此无力追求个人的幸福。那么我们知道人类社会啊，在18世纪以前呢，都是这个集权威权体制。当然即使到了今天，我们还有这个威权体制，讲究集体主义啊，像中国像北朝鲜这种威权体制啊，他们这个教育方式啊是注重集体的，会压制个人独立思考。教育方式呢，首先呢，它创造这个所谓两项对立。两项包括什么？就是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光荣，什么是耻辱啊，什么是高贵，什么是低贱，什么是得，什么是失啊，等等，这都是两项对立。这个两项对立啊，它不符合中庸之道，所以基本上你陷到两项对立里面啊，人会陷入偏见，或者说就是愚蠢。佛教把这种情形呢叫做痴迷的痴，就你掉到两项对立里面呢，满脑袋都是偏见啊。两项对立啊，它这个概念建立以后啊，这个威权体制啊会开始用奖赏跟惩罚，用红萝卜跟棍子，一直鞭策你去追求所谓好的东西，这就形成了一个贪。那么让你呢害怕厌恶那种不好的，这就变成一个嗔。佛家讲这个痴贪嗔，这是影响我们情绪、引起我们烦恼的这个三个毒素。那么在威权体制呢，它就在整个过程当中啊，就不断的建立痴贪嗔三毒。我想我们以前啊，像我小时候，台湾还是威权体制，那么这个教育呢，所谓胡萝卜跟棍子用得很彻底。我们小时候刚上学，大家都很开心啊，拿了新课本啊，认识些同学啊，一切幸福美满。等到第一次考了试，打了成绩，一切就完了。
为什么呢？因为打了成绩以后，那么考得好、成绩高的就有了光环，是吧？鼓励、爱抚。那这个考得差的怎么办呢？就是被列入的这个不受欢迎人物，就开始在师长带领之下呢，对这种考试差的同学开始进行各种羞辱、霸凌、处罚等等。那其实是要回想起来蛮残酷的。我们那时候小时候，每间教室上面都摆藤条，藤条干什么？打学生的，是吧？每次考试就有学生挨打。那么这种情形，其实我以为在今天就已经过去了。这没有想到，这个最近看了报纸，有一个考试前5名的学生居然被爸爸那个抽鞭子打了20下，他放到网络上这引起社会哗然。为什么今天还会有这种威权霸凌式教育？这让我们费解。这李远哲院长比我大9岁，所以他小时候的教育跟我一样，就是威权教育。那么有一次我们在聊天他说他那个小学老师以前对他们都打得很厉害。自从他这个拿到诺贝尔化学奖以后他的老师就常常跟外面讲说李远哲就是我打出来的。这让李先生其实蛮不能接受的可是老师嘛，是吧？也不好意思去就是反驳这个事情。我相信现在还有人主张说这个小学生是应该要体罚，这我坚决反对，因为这个基本上是一个霸凌，这个就是威权体制，要让你吃贪嗔。那么学校教育之外其实我们在进到社会以后这种吃贪嗔的这种风气呢，其实还是普遍都有。你看很多企业界天天讲什么呢？跟学生讲说要保持警觉，不可以放松，精益求精，百尺竿头，还要再进一步。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很多这个企业你以前我去看员工经过那个楼梯上面一层一层的，每一层他都不浪费空间，多写这种给那个员工压力的话。那么另外呢，我们知道你今天在中国他这个吃贪嗔的教育体系之下长出来的是一个阶级意识非常浓的一个社会。你对那个上级你可千万不要讲真话，一定要巴结。你如果是不懂得巴结就完了所以以前记得有一句打油诗就讽刺说这个没有出息的白目的部属他做什么事呢？他说领导夹菜我转桌。就是说领导要夹菜快夹到的时候你把桌子转了，他夹不到菜。还有呢，就是说领导听牌我自摸。这领导好不容易要听牌了，你说我自摸，把他这个胡牌的这个梦给打断，是吧？这种是白目这不识相。那么这种在中国是前途是很渺茫的，是吧？从大的方面看你看这个这次4月，今年4月，欧洲2个领袖，一个马克宏，另外就是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2个去访问中国。那马克宏就巴结习近平他说什么？说欧洲不应该介入台海，我们欧洲不应该成为美国的附庸。那这句话当然习近平听了心花怒放，以最高规格接待，是吧？那可是冯德莱恩呢就跟习近平讲说，台海的和平稳定是全世界都关心的事情，任何以武力或者以武力威胁来改变台海现状都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这一下子习近平当然很生气习近平说什么？他说要我们软化我们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是痴人说梦，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那这个冯德莱恩讲完之后，在中国的接待规格就很低很低，就受到这个规格上的这个惩罚，是吧？威权的教育，威权的社会就是充满了吃贪嗔。那么活在吃贪嗔的这个三毒之下的人呢，当然也就充满了烦恼。那么佛教佛教宗旨主要是在帮我们解脱烦恼。那么佛教既然了解说我们烦恼来自这个吃贪嗔3个毒，佛教提供什么样的解药呢？解药了，他说我们要讲究平等心，平等心去消除这个2相对立。所以佛教讲就是说不二之性
就是佛性。各位这个常常看去那个很多旅游的时候，就看到地方写不二，你不要以为那是讲不二家，不是，不二就是不要两相。佛教认为说呢，你有了两相啊，你就会追逐各种劳苦的事情，吃跟贪嘛，就逐两相诸尘。佛教说不用这样子做，佛教就是讲究一个境界，叫什么呢？叫八风吹不动。什么叫八风吹不动啊？这个名词大家常常听。什么叫八风？八风啊，叫做苦乐利衰毁誉称机。什么叫苦呢？苦就是你求不得的苦，很多东西你很想要不到，很苦，是吧？乐就是求什么得到了啊，很开心啊，考上学校了，开心乐。利当然就是功成名就，赚了钱了的利嘛。衰就是什么呢？就像中共这个高官被双规，双规就是又丢了官，是吧？不能再贪污了，还要赔很多钱那么这叫衰。什么叫毁呢？毁就是呢背后啊说你坏话背后朝鲜人怎么样叫毁啊。背后说你好处，不说你的这个好说你这个怎么样啊，称赞你叫誉。称是当面称赞你，这人家讲的这个讲好听的话。讥是当面讥笑你，那个老师看学生又考不及格啦，我看你就一副永远考不及格的样子，叫讥。佛教讲说这个碰到这个苦乐利衰啊，毁誉称机不要动心，不要受了苦就哀哀叫，升了小官得意忘形，就像八风吹不动。可是这个八风吹不动是一种境界可不是很简单的。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八风吹不动？这是当然我们讲很多这个修炼不过这个在反对二元对立的时候呢，也有人不认为说二元对立是完全不好的。没有二元对立，我们生活没目标人也不会上进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活着有什么意思呢？比方说现在习近平说打台湾是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必须要做的工作你去打，你这样给你升官，放在这个国家英雄这个名单里面，那有人觉得这我的人生充满了意义，是吧？那这对这人家说那有什么不好呢？那这中间呢，其实就要回过头来考虑比较严肃的问题，就是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要先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再回答需不需要两相对立。那么今天时间呢比较超过了，我们这个话题我们下次再说。谢谢大家。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请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